近日，据多方消息透露，乌克兰接收的 F-16战机在战场上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俄军频繁出动无人机和卫星进行侦察，甚至对乌克兰后方的多个机场发动了猛烈攻击，但这些尖端战机依旧是难觅其踪。这一谜团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乌克兰的 F-16到底去哪儿了？这些数量稀少的先进战机对乌克兰有什么意义？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问题。乌克兰即将得到总数为61架的 F-16战斗机，其中来自丹麦的19架和荷兰的42架。这些二手 F-16在美国批准后，将在丹麦和荷兰接受北约的改装和升级，预计最早在24年夏季加入战场。然而，自现代化改装的 F-16战斗机抵达乌克兰以来，乌军一直保持低调，未公开展示它的行动。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战斗机配备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使得它们在俄罗斯雷达面前具有隐形能力，从而避免过早暴露其能力。有专家分析认为，乌克兰可能采用了分散部署策略，将战机分散存放于地下掩体、民用设施甚至境外基地，以躲避俄军的侦察和打击。根据报道，乌克兰空军奥列什丘克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可能无意间透露了 F-16的部署地点。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一个视频片段中，他和已故飞行员皮尔西科夫的母亲一起出现在了一个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机场附近。这一背景引发了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基于建筑特征和地理位置的详细对比，军事分析师推测 F-16战机可能隐秘于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地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作为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位于距离俄罗斯空袭主要区域较远的位置，使其成为理想的藏匿地点。专家借助谷歌地图进行对比，发现该区域建筑风格和视频场景高度一致，进而强化了这一推测。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 F-16的侦察努力似乎也受到了很大阻力。尽管俄罗斯通过卫星、无人机和侦察飞机等多种手段进行监视，但迄今为止仍未能准确定位 F-16的藏匿位置。俄罗斯的侦察系统虽然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但面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仍然存在局限性。即便是拥有1米分辨率的高精度侦察卫星，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海量图像数据中精准地识别出目标。俄罗斯专家认为 F-16的部署地点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乌克兰境内，部分分析师推测战机有可能被部署到了乌克兰邻国的基地，比如罗马尼亚的费泰什地空军基地，并由北约人员提供维护。这种跨国部署的方式不仅使 F-16战机能够在俄军的侦察范围之外活动，还能够利用北约的防空系统掩护，减少了直接遭受俄罗斯打击的风险。然而，这一部署方式激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普京明确表示，一旦 F-16战机在乌克兰边境外的北约基地投入作战，俄罗斯将被迫对这些基地采取行动。此外 ，F-16具备挂载核武器的潜力，也成为俄罗斯战略决策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无论如何，关于乌军的 F-16具体的储藏地点，现在依旧是个谜。但只要这些 F-16一天没有被找到，它们就像扎在俄军脚底的一根刺，时时刻刻威胁着俄军。有观众会问乌克兰的 F-16也不多，对俄军有什么威胁呢？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问题。根据福布斯的报道，乌克兰预计将接收来自不同国家 F-16战机，总数达到85架，其中荷兰捐赠了18架用于训练飞行员，而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承诺的总数为85架。此外，乌克兰还计划接收来自丹麦和荷兰的二手 F-16战机，总数为61架。从23年5月，美国宣布支持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 F-16战机培训，并帮助盟国将这些战机移交给乌克兰以来，F-16的交付和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已经成为国际军事合作中的重要议题。各国的捐赠计划已经逐步展开，预计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年内收到大量的 F-16战机，这将显著提升其空军的作战能力。根据计划，丹麦和荷兰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 F-16，丹麦将提供19架，而荷兰则承诺将其余的42架 F-16中的一部分捐赠给乌克兰。荷兰的交付将分阶段进行，首批18架将尽快交付，剩余战机将根据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进度逐步交付。预计丹麦将分阶段交付 F-16，首先在2024年4月交付6架，接着在年底再交付8架。
剩余战机将在25年完成交付。除了丹麦和荷兰，其他国家也参与了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计划。挪威已经提供了2架 F-16供乌克兰飞行员培训使用，并计划总共向乌克兰捐赠6架。比利时承诺在28年前将30架 F-16交付给乌克兰，首批战机预计将在24年底前交付。希腊则计划提供32架退役的 F-16，这些战机将在美国进行维修和升级后转交给乌克兰。所有提供的 F-16战机均为 F-16AM 和 F-16BM Block 15中期升级的版本，其性能相当于更先进的 F-16CD Block 30、50、52型号。尽管这些战机相对老旧，但是它们经过了必要的现代化改进，仍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特别适合在空中防御和打击任务中使用。截止24年8月，乌克兰已收到10架 F-16，并且已有6名飞行员完成了飞行训练。预计到2024年底，乌克兰将拥有20架 F-16战机，其余的 F-16战机将分批交付。预计整个交付过程将持续到2025年。随着这些先进战机的到位，乌空军的空中打击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对抗俄罗斯的空中优势时 ，F-16的加入将极大改善乌空军的空中作战能力。然而，乌克兰面临的挑战，它不仅仅是获得战机，飞行员的培训仍是关键所在。从23年7月。在维尔纽斯峰会期间 ，F-16训练联盟正式成立以来，该联盟一直致力于为乌克兰飞行员、技术人员以及后勤支持人员提供 F-16战机的培训。最初的成员包括11个国家：丹麦、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卢森堡、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和英国，以及乌克兰。该联盟的成立，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将该联盟戏称为“海上11人”，以此来致敬美国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经典故事。此后，希腊和美国也加入了这一合作计划，进一步加强了训练的规模和深度。F-16培训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多国合作，逐步完成对乌克兰飞行员的全方位培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盟计划在多个地区设立培训中心，并通过合作国家提供必要的设备、人员和技术支持。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罗马尼亚计划在其国内建立 F-16培训中心。该中心将联合荷兰、罗马尼亚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建设与运营。预计该培训中心将于2024年初正式启用，开始接纳乌克兰飞行员接受培训。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宣布提供 F-16基础飞行培训。尽管该国并不使用 F-16，但英国将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入门级的飞行基础课程。此外，荷兰政府也提出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基础飞行训练的计划，并计划在东欧某个北约成员国设立一个培训中心。罗马尼亚作为该地区唯一装备 F-16的北约成员国，对此举表示支持，其在培训项目中的关键角色是不言而喻。2023年7月，罗马尼亚国防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协议，决定在罗马尼亚建立 F-16培训中心，首先为罗马尼亚飞行员提供培训，随后将扩展到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其他国家飞行员。随着协议的签署 ，F-16培训中心的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3年11月，第一批罗马尼亚飞行员完成了基础训练，并开始准备迎接乌克兰飞行员的到来。F-16战机的到来无疑为乌克兰空战能力带来质的飞跃。这些战机不仅具备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和信息化作战水平，还可以搭载多种高精度导弹，对俄军纵深目标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国防部透露 ，F-16战机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作战实力，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多枚俄军巡航导弹。据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一架 F-16在空战中击落6枚巡航导弹，刷新了单架 F-16战机击落巡航导弹数量的世界纪录。然而，对于乌军来说 ，F-16战机也存在一些短板。由于作战半径较小，在面对俄罗斯全面掌控的制空权时，难以获得可靠的战场支援。此外，乌克兰缺乏足够的后勤维修能力，一旦战机受损，可能需要运回北约国家进行修理。因此，乌军将它藏起来，优先用于拦截导弹和战略威慑，而非直接参与大规模空战。
这样的战术显然更加务实。随着 F-16战机的加入，俄乌之间的空中对抗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不仅要防范乌军利用 F-16对其重要设施发动打击，还要应对这些战机背后强大的北约支持网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俄空天军多次发动集群式轰炸行动，试图通过饱和打击找到乌军战机的藏身之处。然而，由于乌军巧妙的部署和北约的强力支持，俄军的行动往往只能盲打，效果有限。这场围绕 F-16战机的博弈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斗机对抗，更是一场技术、战术和后勤体系的综合较量。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和北约对乌克兰支持的不断加强， F-16战机已展现了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实际作战能力，成功摧毁俄军目标并提振乌军士气。然而，对于俄乌双方来说，这场空中博弈显然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双方均不遗余力地探索新战术与策略，以期在这场空中较量中占据上风。F-16战机无疑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在接收 F-16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后勤和人员培训方面的工作。多个培训中心正在全力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全面的培训课程，确保他们能够迅速掌握这些战机的先进操作技巧。此外，乌克兰还在积极寻求更多的军援和支持，以进一步提升其空战能力。这些努力无疑将为乌克兰在未来的空战中取得更多优势提供有力保障。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